一部《封神演义》啊，它的起点何在？就是商纣王无道，祸乱朝纲，所以这才激起西伯侯姬昌揭竿而起，姜子牙帮着这个周武王伐纣，就是由于纣王无道，才造成天下大乱。而武王伐纣呢，不是为了自个儿啊，为了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听着很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能知道，周文王、周武王那绝不是仅仅为了救老百姓入水火之中，那就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。那么反过来，我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，这个纣王几乎我们一提起历史上作为皇帝非常残暴的，恐怕这商纣王就成了残暴君主的形象代言人。提起来这皇上缺德的不是人的，基本商纣王就排老大了，老祖宗了。那么纣王到底是不是一个暴君、无道昏君呢？现在有很多人结合历史真实的史料，要做点翻案文章，就说《封神演义》啊，它是一部神魔小说，它里边好多情节是编的，纣王不见得就那么昏庸无道。那么说纣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呢？咱们首先看这个纣王啊，是商朝的第32位君主，末代君王。他叫什么名字呢？本来名字叫辛，辛苦的辛，就全称帝辛，他是皇帝嘛，帝辛。那怎么这纣王没人知道，几个人知道他叫帝辛？是因为纣王这名字深入人心，而且纣王这俩字啊，不是他活着时候有，是后人给他的谥号封号。这个谥号很有意思，这你记住，这皇上啊，凡是要叫什么文王、武王，什么这类的，多数都是好的。凡是叫什么纣啊、灵啊、幽啊、献呐，这都完蛋了。你听什么周幽王、汉献帝，什么楚哀公，这全部是好词儿。那么说这纣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在文言文里，纣啊有残忍无义之意，就是这个人特残忍，特残暴。所以纣王俩字这不是好词儿，他不可能你看有的是个商王啊，假如这帝辛活着时候纣王我，他绝对不可能这样。他要说纣王我，那纣他自个儿的。就像咱们这个康熙王朝里边斯琴高娃演的孝庄太后，出了个大笑话吧，我孝庄，他死了之后才能管他叫孝庄，他活着时候是不能有这个谥号的，这人死以后的。所以纣王二字是后人讲给他的，他不可能说他自个儿就残忍昏庸无道。那这后人分是有影响力的后人和没影响力的后人，主要是有影响力的人骂纣王，其中头号黑纣王的这个有影响力的人是谁？司马迁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边呢，多次提到纣王无道，荒废朝纲，酒池肉林，残害忠良，制造各种各样的刑法。反正司马迁把纣王说的是一无是处，说你看纣王这些事儿干的，宠幸妲己，陷害忠良，杀自个儿老婆姜皇后，还不要自个儿孩子殷红引娇，就干了很多恶事，建了酒池肉林露台，生活极度奢靡，发明各种各样残酷的刑罚，残害忠良以及天下百姓。说这样的皇帝，你坏事让他干尽了，没干什么好事，说这难道还不是暴君吗？其实我们如果用正常思维考虑考虑，你在生活当中你见到一个人坏透气了吗？就这人什么坏事都干，一件好事都不干，你见着过这样人吗？你见着过这人什么好事都干，一件坏事都没干过，你见过这人吗？世界上所有的完美都是等待拆穿的骗局，天底下没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，就是好到极处和坏到极处几乎都是不可能的。这一点中国古人里头有明白人。咱们看论语，论语子张篇里边写
孔子的学生子贡，跟孔子讨论历史人物时候说了这么段话，很发人深省。他说：“纣之为恶，不如师之甚也。天下之恶归焉。”什么意思？就说纣王作恶呀，这些事儿啊，他是有作恶的事儿，但不像大伙说的这么严重。他为什么会大伙说这么严重？天下之恶归焉，反正他是个坏蛋，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万人锤，这所幸坏事都是他干的。就跟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啊，要嘲笑一个人，给这人编段子啊，什么这个尴尬的糗事都是他的，这和那个差不多，就是有很大的给他这个描黑这样的成分。那么咱们具体分析一下，就是我们结合史实看看纣王身上那些事儿是不是他干的。咱要想知道纣王是不是这么残暴，如果那些事儿不是他干的，那你就不能说他是个昏君。你看头一桩事儿，说宠幸妲己。《封神》里写呢，妲己呢是冀州侯苏护的女儿。当时呢，纣王选秀女，就把这个苏护女儿选进来了。但这个时候苏护呢已经把女儿许给别人了，而且作为大臣的女儿，皇上说要就要，这有点不合常理。所以这苏护来气了，就在这个朝歌的这大门上提了4句，叫君坏陈刚，有败五常，冀州苏护永不朝商。反了，结果这个纣王派这个打这苏护也是说大话使小钱儿，没那个能耐，最后又投降，把自己女儿献出去。献出去过程当中，奔朝歌这儿来，路上住旅店，正好千年狐狸精把妲己苏护女儿苏妲己就这活儿给替上了，化成苏妲己。当然咱们这是神话故事，你也知道不可能狐狸精附体，这不可能的。那么真实的史实呢，这个苏妲己是何许人也呢？她是东夷部落里头一个小部落的首领的女儿。这个当初纣王呢，对这个商朝开疆拓土有个很大贡献，就是呢，他把这个山东和淮河流域一带的疆土呢给扩过来了，他把当地的这个东夷部落给打败了。那么其中这个大部落里头有个小部落，部落首领之女就是妲己。这部落打不过纣王，投降了，就把自个儿如花似玉女儿献出来给纣王。这是常有的事在中国历史。那么说纣王是不是从此就宠幸妲己了？他收妲己的时候，纣王已经年事已高了，就他这个妲己就是他晚年生活的一个伴侣。封神里边写纣王耳根子软，妲己说什么是什么，这是胡说八道。为什么？如果真是听到这种程度，那个妲己所在的部落叫有苏氏，他为什么叫苏妲己？这部落叫有苏氏，那这个部落的人应该起来呀。结果整个商纣王年间，他这原来那部落也没有得到什么好。再一个，纣王在历史上是个刚愎自用的人，是不愿意听人摆布的，他不可能注视听妲己摆布。再一个，一个皇帝啊，他这个后宫啊，3宫6院72嫔妃，他再宠幸一个人，他分得清里和外，也知道这个后宫干政不是件好事，他不可能一个独断专行的帝王，什么事都听身边一个女人的。这个在历史上情况极为少见。何况妲己一个部落的首领的女儿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见识，也不可能像《封神》里边这狐狸精一样，一会儿琢磨一个主意怎么害人。所以这个历史咱都知道，神魔小说说的，你就那么一听，好多地方都是子虚乌有的。那说你这个宠幸妲己这事没有，但你这酒池肉林这可都有啊，建造露台这可都有啊。说酒池肉林，以酒为池，以肉为林，其实这算什么呀？你作为一个一国之君主，说我把酒灌到个池子里头，把肉挂到树上，咱就吃喝。一国之君想玩这个排场，何其容易啊！这不能成为他的罪证。就像这个《笑傲江湖》，不少朋友看过，东方不败在黑木崖上，那是老大，谁不敢惹他。后来任我行带着令狐冲这些人去了，把这个东方不败灭了，阿谀奉承东方不败人，倒戈相向，
跟任我行溜须，东方不败这不行那不行。有人说东方不败生活奢靡，一天吃3头猪5只羊。令狐冲听着就乐，为啥？人家大宴群臣，请下面人吃饭，宰3头猪5只羊算多吗？而且他就再奢靡，3头猪5只羊他一人吃，他不得撑死吗？这就完全不合逻辑的搞污蔑。所以我说纣王真酒池肉林，那算得了什么一国之君？尤其建露台这更是扯淡。说露台呢，原来说呢叫做这个大3里高1000尺，就是方圆覆盖3里高1000尺，这还可信。到后世为了糟蹋纣王，把它改成高1000丈，一下由1000尺到1000丈，就建筑面积凭空一下增添10倍。那高1000尺的高1000丈得多高了？你想想，现在世界上最高的这个摩天大厦也高不到那程度，就是为了糟蹋一个人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就把这些脏水，反正你纣王不是好人，我就都往你身上泼。有人说这也不算，你否了也行。他建造了很多刑罚措施啊，包括那炮烙之刑啊，这总是真的吧？说这炮烙之刑是什么？一个大铜肚子，中间空的，里头烧上火，把人绑在这上，一会儿把人就烫死了，或者烧成灰了。说这么残忍，说是这就纣王跟妲己发明的。有些史学家，包括韩非子啊什么的，司马迁都找说怎么发明的呢？说纣王跟妲己有一天出去玩去，到了郊区进树林呢，打雷下雨，咔嚓一个雷，把一棵树给劈着了。这树一烧，这树干就热了，这蚂蚁受不了，从这头就往那头搬。可是这树干烫啊，蚂蚁烫的受不了，从树干上掉下来，掉火堆里就烧死了。纣王一看觉得挺好玩，妲己琢磨了，哎，这玩意儿行啊，这蚂蚁烫受不了，掉下烧死了，这人烫受不了也能烧死。说有没有这事儿呢？历史典籍有记载，纣王可能用过炮烙之刑，但是发明可不是他发明，发明是上朝另一个君主，商以上谁是夏朝最后一个君主夏桀，说夏桀发明的，这也是跟纣王一样相传大暴君。说这夏桀发明了炮烙之刑呢，搁到那块儿，然后呢看这个他要惩罚的人在上面熬不住掉下来烧死。所以说这个炮烙之刑呢，即使是纣王用过，也不是他第一个使的，也不是他发明的。就这个事儿你堆他身上，这也是往他身上扣屎盆子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么有的说没有炮烙之刑，他用别的不一样残害忠良吗？你比方说他杀比干，比干是他皇叔呢，这就因为这妲己啊，哎呀我这难受啊，受不了有病啊，就是妲己恨比干，比干害过妲己一家。我们都知道妲己是狐狸精，一高兴呢请这些狐狸姐姐狐狸妹妹喝酒，喝完了以后就在这个朝廷上喝酒，喝多了这些狐狸尾巴就露出来。这个比干过来呢，来视察了，一看怎么喝多这人后头都有条尾巴呢，知道是狐狸，他没吱声。然后这些人走了，他派士兵跟着，就跟到狐狸老窝去了，趁着狐狸一睡觉，几个地方孔一堵，点火把这些狐狸都烧死了，然后把招剩的毛弄到一块，弄了一件皮大衣送给纣王，诚心给妲己看。所以后来皮草行的祖师爷是比干，就从这儿来的，说他做了历史上第一件皮大衣，那是。所以你想妲己能不恨他吗？哎呀我这难受啊，我要吃药。说什么药好使呢？有个药引子叫七窍灵婴心，比干就是七窍灵婴心。说这比干是不是这么死的？这明显胡说八道。历史上比干确实是纣王杀的，但死在哪儿呢？死在魏辉这个地方，可不是死在朝歌。怎么死的呢？这个过程有点研究。就是说当时啊，纣王那阵还处在就是我打下一个地方我留下一点兵，打下一个地方留下一点兵，所以当时呢守卫皇城朝歌的兵力不那么多，分散到各个地方了。所以当武王伐纣起兵打到朝歌附近的时候，
其实都城里头没多少兵。这时候纣王一看，你敢跟我打，你敢摸着老虎屁股，这了得吗？我得跟你对着干呢，我不能当缩头乌龟守着。可是手头兵又不多，他想个办法，监牢里不有不少犯人吗？把犯人放出来，我饶了你们，但是你们得给我打仗，给你们每人发兵刃打。就这样，商纣王带着这群人，其实是乌合之众，就出城直接和周武王交锋。长途跋涉来到魏辉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比干听着这个信儿，说这可不行，这帮乌合之众能打赢吗？弄不好这个纣王自个儿都得死这儿。所以他星夜从朝歌赶奔到魏辉，来劝阻纣王，你万万不能再打，赶紧撤兵回来，在朝歌这等着援军过来来救咱们来，你不能打。可是咱们也知道，如果皇帝御驾亲征，他打的是一口气，要有人泄这气就坏了。所以纣王当时听就受不了了啊！我这个两军未曾交锋呢，你就说我干不过他，你这长敌人之锐气，灭自家之威风。所以纣王一来气，把比干杀了，在魏辉这地方杀了。比干葬就葬在魏辉，没葬在朝歌。这是什么？龙颜大怒。这种事你听着好像挺惨，其实它有一定合理性。就比干这么做是为了他好，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军心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曹操怎么杀的杨修？曹操进兵是进不得退不得。下边人问丞相，晚上这个军营口令密令是什么呀？曹操正在这啃这个烧鸡呢，鸡肋。杨修听着了，来，各位赶紧收拾东西，咱准备回去。曹操一听怎么回事，有人破解我这意思了，岂能如此动摇军心？把杨修叫来就给杀了。这是什么节奏？不作死就不会死，就这节奏。所以说这个纣王杀比干在一定程度上有他的道理，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。所以你经常这么分析，有人说那好像纣王也没干什么太昏庸的事，当然他也没有干太多好事。那可是为什么所有的脏的这烂的这些事都扔到他身上呢？谁让他是末世之君？谁让他是成王败寇里那寇了呢？你想想，武王伐纣是以下犯上，是以臣犯君。如果不找到一个合理解释的话，怎么能让天下人都服他呢？所以这是出于一种丑陋的政治宣传，就是我要不把你踩在脚底下，我没法高高在上，这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你看中国历史上这种事发生太多了，夏桀、商纣、秦始皇、隋炀帝，这有名的四大暴君。你看历史写这几位，一件好事都没有，就感觉这个人生下来呀，没有啥七情六欲，有也是恶的，反正我活着就是为干坏事，不干坏事我就得死去。所以我们说，纣王本身固然没有干太多好事，但是所有丑陋的事也不都是纣王一个人干，而真正丑陋的是改朝换代的政治。我们讲了这部《封神演义》里的神话传说呀，你会发现呢，往往在这个小说里边啊，被说的一无是处的，其实真实历史上不是那么回事。比方说纣之为恶，不如失之甚也，纣王没有小说写的那么坏。妲己呢，真实历史上呢也不是像这里边那么心狠手辣，但是这里头有这么一对父子，却是在历史上的地位甚至要高于小说里边写的。谁呢？周文王爷俩，就是西伯侯姬昌和他的儿子姬发，就周文王、周武王。当然咱们先得跟大伙说明，周文王呢，他并不是在这里出现的人物，这是他死了之后人家给他的谥号，就追认他为周文王。他这一辈子都是西伯侯，西伯侯姬昌，他儿子姬发最后把纣王打败了，得了天下，立国号为大周。周武王是大周的开国第一个皇帝，然后往前倒，说追封我爹为周文王。说怎么这文武呢
这里有个常识，就中国历史上啊，这皇帝死了之后要给谥号，也就是那么20-30个字来回使。这个谥号还有说法，如果要叫什么文啊、武啊、景啊，这都是好的皇帝，就后人认为他们高。你像汉文帝、汉景帝、汉武帝，这都相对是好的。如果要叫什么幽啊、厉啊、宪呐、灵啊，这都不好。像汉献帝啊，像这个周幽王，哎，这都是不好。就这个谥号就决定了历史对周文王认为是这个好。说这周文王啊，刚直不阿，宅心仁厚，那就天底下圣贤无过于此了，最好的。那么历史上这么吹捧周文王，周文王、周武王这爷俩是不是有的说那么好呢？其实《封神演义》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一些细节，这些细节让我们看一下，得天下者如果真是100%的宅心仁厚，100%的成为感动中国10大人物之首，他可能就得不了天下。得天下者是利益之争，就是脸皮不厚心不黑，你想把天下得来很难。往往在这个权力斗争过程当中呢，你要不狠点，不有点手段，看他。那周文王从他当时的历史时期来看，他确实是个很有手段的英雄。但是你从手段上看，你说他枭雄也罢，奸雄也罢，没有太大区别。就像我们说曹操是英雄是枭雄是奸雄，刘备是英雄枭雄奸雄，这都很难说，此一时彼一时。你要看手段，都那么光明正大，你得不了天下。但说半天，咱得回到正文上，《封神演义》里怎么把这些信息披露的呢？咱们看啊，都说西伯侯姬昌，那在西岐治理的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百姓推崇的仁德啊，这个人是秉持正义。可是这里头有些事他就不那么正义。你比方说纣王8年，登基8年以后，大宴天下群臣，东伯侯、西伯侯、南伯侯、北伯侯4路诸侯都来到这个朝歌来祝贺。这个时候也是个贿赂的高峰期。为啥呢？这个外边的官进来了，他都很怕呀，这纣王啊收拾他，所以之前呢都打点一下。那么纣王宠信2个奸臣，一个叫费仲，一个叫游魂，找他俩都给送礼。《封神演义》里可没写西伯侯姬昌送礼，但是有一句话，满朝文武独冀州侯苏护一文不送，就把苏护叫来了，把你女儿送给我吧。可是苏护气的，为啥？他女儿已经答应嫁别人了。所以苏护一来气呢，从朝歌出来呢，在朝廷柱子上题了4句诗，叫击坏陈刚，有败五常，冀州苏护永不朝商。要反了。这一反，周王一看这还了得，派兵镇压吧。派谁去呢？当时派了北伯侯宠侯虎和西伯侯姬昌，就你们2家联手给我把苏护打灭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西伯侯姬昌的权谋之术是这个的，非常有信仰，这真是一代枭雄。这个北伯侯宠侯虎呢，把兵都准备好了，跟姬昌打招呼，咱走吧。这样说不行，我得回西岐带兵，我这没拾掇好了，你先打。其实就变成了你先上，我掩护。结果这宠侯虎呢，就跟苏护打起来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双方拉锯战时间一长，等于大商朝以倾国之力与冀州侯苏护一家干，那时间长了，苏护是顶不住的。眼看要顶不住了，他当和事佬，他谁不得罪？劝苏护你投降。他说：“你看呢，这皇上看上你女儿了，好事啊，你怎么不降呢？第一个有3条好处啊。第一，你能混个皇亲国戚，你是国丈啊，皇上看你女儿，你就皇上老丈人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你还想不想保护你的军队呢？这么打下去，你连地盘带军队带你命全没了，玉石俱焚。你得舍小家顾大家。在第3个，冀州城若干百姓这么打下去，岂不生灵涂炭呢？你听着，尤其第3条，入情入理，为了全城百姓，
可问题你为了全城百姓，你怎么不一开始劝苏护就投降呢？双方打到这程度，百姓已遭涂炭了，你再站出来装好人，而且混个皇亲国戚保护自己，这像一个圣贤说的话吗？这不是地道的小人的生存之道吗？所以最后结果是苏护没办法，一看姬昌劝我投降了吧，姬昌还买个好啊！你看这都我关键时候我出马了，不费一兵一卒啊，两头买好。你这样的人咱琢磨琢磨，咱们看三国呀，或者说历朝历代的历史，这样的人可不少啊。有很多人表面上和善，其实骨子里狠，他自己的利益他一点都不想吃。所以你从这些事儿就能看出，文王啊不是一个什么宅心仁厚的人，他的小算盘拨来的是叮当响，而且呢很有道理。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个不对呀，他这面对纣王的压力他没办法，他得保全自己，他不保全自己他怎么行善呢？如何？但你看人家在西岐把西岐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，老百姓一提文王大拇哥一挑，哎呀这圣上如何如何，这总是真的了吗？其实这也不是真的。老百姓真觉得文王这个人好吗？什么事都愿意听他吗？你记住有那么句话，叫绝对的服从来自绝对的恐惧，绝对的忠诚也来自绝对恐惧。为什么很多人服从你忠诚是怕你？说为什么说到这个呢？你看咱们解析一下《封神演义》里说到的周文王治理西岐的一个故事，你就能看出来。说这文王有一天呢，他的车马仪仗队经过，有个樵夫砍柴的叫武吉，一看这仪仗队过来了，武吉真就站这没敢动。就中国古代说画地为牢的成语从这儿来。大伙儿想想，他为什么不敢动呢？他这杀死当兵的是死罪啊，他怎么不跑呢？画个圈也困不住他，抬腿他就跑了。为啥不敢跑？不是老百姓服文王，是真怕他呀。你看起来孔夫子崇拜周文王，说他行仁德之政，好像是儒家，不是，他其实是法家的老祖宗。人心似铁，官法如炉，我用严刑峻法来限制你。他不敢跑，有人说跑了怎么的？你别忘了文王居而演周易，他会算卦呀，一卦算到天涯海角，你跑哪儿都知道，你往哪里跑？这武吉吓得在里头待3天3夜没敢出来。正好这时候呢，这文王啊打死路过。文王平常就是你犯了任何一个戒律，那我是严惩。就这么这武吉呢回到家跟他父母说，我这怎么着，我要死了。也巧了，他家住在渭水边上，这时候正是姜子牙在朝歌失意回到渭水边垂钓的时候。结果这武吉呢天天在渭水边走，就认识姜子牙，就把这不幸遭遇跟姜子牙说了。结果这边文王呢说，我说让你回来，你敢不回来吗？到了限定时辰，这个武吉还没回来。文王一看这混蛋胆儿可太大了，算卦，拿几根竹签啊往这一摆，周易算卦嘛，起几卦。一看呀，这个人完了。姜子牙用验刑术搞的，让他一排卦就排出来这武吉跳水而亡。哎呀，一看他跳水而亡，这算畏罪自杀呀。这个周文王当着满朝文武啊，我的本意呀是让他来认个错啊，给人家这个家属跪下磕个头，我小惩罚他一下，没想杀他，哪想到此人畏罪而死啊！哎，可惜了。这是什么面子？这就叫假慈悲。他让他回来是领罪，要杀他，一看这人已经死了，他还要买个名声。你看这个手段很高。周文王这时候就用的这种办法。身边文武一看咱大王真宅心仁厚啊，其实他心里都有数。你再转过头再看，等到文王到渭水边视察的时候，意外的发现了这个樵夫武吉还在这呢。这文王火冒三丈，好你个小兔崽子，
你破了我的先天八卦，你居然还活着。这时候文王动杀机了，把他抓来得问呢，你怎么弄的我那八卦不准了？本来我卦卦都准了。可以说武吉这时候成了他引路人了。就这么着，姜太公这时候跟周文王，你想去吧，那就是咱隆中对说的，就刘备啊见着诸葛亮，俩人对坐，自东作以来，豪杰并起，跨州联军者不可胜数，曹操比袁绍，俩人就聊上了。聊上了，文王一看姜家是这个的，要不说文王这个人是很有韬略的，这个时候真找到有用的人了，这时候他就顾不上再杀这武吉了。所以你看文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表现，那是处处都有信心，确实是一代骁勇，他研究的很细。那么这我们说了周文王，他不是历史上相传那样。我们再看周武王，他儿子，你注意啊，周武王接周文王的班，也是西伯侯，后来打天下，成了周武王了。那么照理来说，继承皇位的不是他，因为周武王姬发是周文王的二儿子，大儿子是谁呢？叫伯邑考，这应该是伯邑考继承这皇位，怎么轮到姬发了呢？这伯邑考啊，是周文王当时西伯侯姬昌被纣王弄过去，就怀疑他要造反，就把他囚禁到旧里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周文王在这儿，文王居而演周易嘛，就在这儿把算卦这套学问研究明白了，把周易推出来了。推出这个过程，他算自个儿，我得有7年牢狱之灾。他在临行前就跟自个儿的儿子跟伯邑考说了，我得有7年牢狱之灾，这7年间你们不用来看我，满7年我灾消了，我自然会回来。可是没想到7年将满的时候，伯邑考来到朝歌，说我迎我爹来了，我要尽孝，跟纣王说能不能把我爹放回去，哪管我替他蹲监狱呢。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伯邑考长得太漂亮，美男子，这个妲己就看上他了。纣王说你也教我的宠妃弹琴吧。结果妲己借这机会调戏伯邑考，往人怀里坐，大王啊，他调戏奴家。纣王一来气，把他砍成肉酱。所以说这个时候伯邑考来到朝歌，等于是送了性命。他一死，这周武王姬发上位了。其实武王这时候早就清楚，你去了就找死，肯定会引起纣王的怀疑，把你弄死。伯邑考死了，谁是最大的获益者？如果他长子继位的话，天下打下来最多作为二弟姬发来讲，也就是一方诸侯，得不了大周天下，所以把自己哥哥弄死，借刀杀人。他自己动手不行啊，这天下都骂他，哪有你这么干的？所以这招借刀杀人非常高明。伯邑考死了，他上了成周武王，所以他这个时候都能下得了狠心。你就想想历史上所谓的贤德君主，他既然成君主了，哪一个不是心狠手辣之辈？要不然他能在王朝更替残酷的权力斗争过程当中能够生存下来？他不可能啊。翻开中国一部封建王朝兴替史，满写着这样的血泪和奸诈。所以我说历史为什么说没有贬斥周文王周武王，反而给他抬很高地位？为啥？历史是由成功者书写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的历史，它是显现与遮蔽并存的历史，并不完全都是真的。但是问题是呢，历史虽然是胜利者书写的，这是外壳，它内在的东西往往是公道的。就人在做天在看，它是有报应的。你看我举个例子啊，刘备说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，把这孩子脑袋撞不好使，所以后来这个后主阿斗上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后主刘禅那把诸葛亮那点苦心基本都给糟践，这不就是报应吗？所以我说历史有时候虽然是胜利者书写的，但它本身也是人在做天在看，它有它内在的规律，这就叫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是征早与来迟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观世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